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天使数字给你的讯息。天使数字的能量啊，我们其实有提到过很多啊，在占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去具体的去讲一个天使数字啊，原因有很多。那今天呢，其实我是抽取了关于天使数字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啊，来为大家做一个能量的连接。因为天使数字呢，从000到999，它的数字是非常多的，从3位数到4位数啊，很多不同的这个组合，还包括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一个比方说你的生日啊，或者是你经常会看到的一组数字，或者是你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会经常遇到的一种数字啊。它们对于你都会有很特别的含义，而且呢，天使数字本身除了它自己带的能量，还有对应到你自己的一个就是跟你的一个关系嘛。比方说这边每一位朋友都有生日信息，那么这个数字也许不是叠数，比方讲2月14号、2月15号，它不是叠数，但是你却能够在比方说时间呐、时刻表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车牌号啊，经常能看到跟你生日相关的能量啊。那么这些数字呢，它都是有频率的，它也跟你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一些科幻的小说或者是科幻的电影，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很天才的数字家。对于普通人来讲，数字是死的，或者是说数字1就是1， 2就是2。但是呢，对于那种对于这个数字有特别灵性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数学天才，那么数字在他们的脑海里，在他们的心里是活的，甚至有人看到数字其实是一个画面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在讲数字信息以及天使数字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去把它给讲清楚，因为它包含的能量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抽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你对天使数字、对数字感兴趣的话，那么呢，我们可以来借由今天的这一期占卜来看一下，我们截取一小部分的能量来为大家传递这一组天使数字呢要传递给你的讯息。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天使数字其实已经为大家先抽好了。那么在你面前呢，就是有3组天使数字。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组是66，第二组呢是27，第三组呢是7号。那么这3个牌组里的数字都带有它特别的能量，但是又不局限于此。比方说我们的第一组66的能量那么这一组能量呢，还包括0606，还包括666。对吧？还包括可能1616、2626，或者是你想看到跟6有关的一组数字，都会在第一组里面，我觉得是有所包含，因为没有办法把每一个数字都放在牌面里给大家选，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能量其实它的这个限制的感觉也比较的大，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来看一组这个讯息好，那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另外一种选择方式，我们先把每一组过完那么第二组牌的能量呢，这里是27，对不对？那么27的能量呢，它包括27，它包括0127、0227、0327、0427、0527、1127这个2227、3327，就是类似这样去推，还包括2727，还包括999，还包括0909，还包括9999因为我们这边27的能量呢是一个9，所以说这边请大家去感觉一下，我们每一组的能量虽然是比方说一个数字，但是它后面所包含的能量其实是很多的。所以今天呢27的能量我们可以去把它分开看，0207，对不对？2277，还包括9的能量都会在第二组的这个能量里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第3组了。那么第3组呢，是跟数字7有关是跟数字7有关。我们这边是个单数，所以呢，第3组的能量包含777，包含7777，包含0707，包括1717，包括比方说4747这种跟7有关的叠数会在7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3个数字它也包含着3个不一样的数字频率。现在呢，我们来讲第二种选法。第二种选法呢，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重数的66，所以当你看到天使数字，它是属于重数，比方说111、111、2222、222、333、3333，就是它都是这种重数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选择第一组的牌来听。那么第二组呢，会比较的，我觉得是个性化，它是27，对不对？那么27呢，可能是你的生日，比方讲啊，有些朋友你的生日是1月我们打个比方，1月12号，对吧？12，那么12的数字呢，并不是重数，但是呢，它也对你有特别的意义。比方讲，你会看到01、02、1012或者是0012这种类似的，所以这个数字呢，也包含所有的跟生日有关的一个，不是一个重数的一个能量在这边，就是27了。那么第三组呢是一个单数第三组是一个单数但是不叠数，所以第三组的牌的朋友呢，就是你可能会突然看到一个单数字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你经常看到它，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来选取第三组牌的能量来进行一个选择，来看一下就是当下那么这个天使数字呢要传递给你怎样重要的信息。好，今天的选牌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如果你需要时间，或者是你觉得我刚才讲的太快了的话呢，那我会建议你就是把它往回推一点，因为这个视频是可以重复播放的嘛，那么你可以往前推一点，继续呢去通过我刚才给大家的讲解来选择出就是说你觉得你近期经常看到的这个天使数字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来看。那么最后的最后呢，是给予很多朋友可能会对天使数字本身能量感兴趣，但是未必呢会经历我现在为大家抽到的这3种那么你可以通过我们平常的选择，就是能量的连接的方式，来听取一组天使数字里的讯息，来给出你当下生活你需要的指引、建议，或者是来自天使数字带给你的指引。好，那我们今天选牌呢，其实给大家应该是一共介绍了3种方式第一种呢是由于我们这个本身的数字66、27和7里面产生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有关于这个频率、叠数、非叠数、单号数字来产生的。那么第3种呢是大家直接通过能量的频率来进行连接的，我们去听这个天使数字当下给你的重要讯息，给你的这个传讯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为了大家能够选择出跟你最有连接的牌组，我们还是一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让我们一起呢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么天使数字究竟要传递给我怎样的重要的讯息？请宇宙呢给我一些指引，给我一些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呢去感应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是感应嘛，如果说你要是想感应的话就感应，如果说你是直接已经选好的数字呢，你就去选择来看一下当下这一组天使数字要带给你的重要传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天使数字要传递给你的重要信息。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重数66，包括我刚才讲06061616等等的一些能量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能量里它带的这个讯息是什么。好，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66第1组重数的能量那么来自宇宙当下呢，通过这个天使数字要传递给你的讯息呢，是让你好好的疗愈，你需要疗愈，或者是说当下第1副牌的朋友，你当下所提的这个疑问，你心中的这个困惑，那么疗愈的能量呢，能够去带给你指引，带给你新的方向，或者是为你打开这个新的大门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抽到是 healing 疗愈。
这张牌呢，这个蓝色呢，其实也给我非常强烈的一种大海的能量啊。这个蓝色呢，给我的感觉是来自于大海那种很深邃的海水，那种清透的凉凉的感觉。那么第二呢，这个蓝色啊，我感应到的是一种喉轮的治愈，也就是说，可能当前第4牌的朋友，你的表达，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你的我觉得是咽喉的部分，然后呢，包括你的肺部啊，可能是需要一些疗愈，来帮助自己呢去平静，来帮助自己呢可以去想清楚，来帮助自己呢整理好思绪，同时呢也为自己的接下来的一个表达，我觉得是正向的表达，做出最积极的一种贡献啊，这个是 healing 疗愈。好，我们呢首先来通过这边我还有一张牌，等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通过这个 healing 的能量，我来为大家抽一些牌卡，看一看宇宙当下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自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这个天使数字呢，当下要传递给你怎样的重要的讯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呢，会通过这个66 healing 的能量去展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自宇宙当下要给你如何重要的讯息？感恩宇宙。哇，真的是啊。那今天第1张牌呢，就是宝剑国王的逆位。宝剑国王啊，这张牌呢，给我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应，就是在于你们的沟通部分啊，在于沟通部分。我们今天的主能量呢是疗愈啊，选到第1组66的朋友，宝剑国王的逆位，其实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当前可能因为自己的想法没有想清楚，或者是说有一个决定让你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所以呢，也会让你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能够去展开新的阶段，不能够去打开，我觉得是属于你的一个大门，或者是你想要去获得的新生啊，你想要获得的新生，你想去推开的这个大门。宝剑国王的逆位呢，我看到了一点犹豫不决，我看到了一些关于你内心的一种，我觉得是徘徊不定，或者是你对于一些事情，就是你可能很担心这个未来究竟它会不会更好，所以你在当下未来，或者是过去当下未来这样子的时间节点里，你在不断的穿梭。时间呢，如果我们用线性的角度去看，就是每一分每一秒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但是我们如果从能量的角度去解析，时间不过有3种，第1种叫过去，第2种叫当下，第3种叫未来。那么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呢是基于当下，但是呢我们会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去在大脑里或者在思想当中去穿越这个时间，对不对？穿越这个空间。宝剑国王呢就是在讲，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这个所谓的过去对于你沉重，这个过去对于你来讲它是带着伤痛的，或者是说这个过去对于你来讲是惨不忍睹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的让你过不去这个心里的这道坎。但是呢，如果你不过的话，你又会阻碍了自己的当下和未来的一种美好和幸福。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纠结于我是放过这个过去，不再去纠结，还是说我要跟过去拼个你死我活，我一定要争得一个说法，我才能够走过这个心坎。很多时候吧，我们其实会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或者是不愿意让这个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不甘心呐，我们不愿意啊。我觉得这个能量是蛮正常的一种表现啊，很正常。但是呢，从当下的这个能量来看啊，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说当下立刻马上我们要跟过去做和解，对不对？还有一种能量呢，是我们暂时把过去先放下来，我们暂时呢把能量调整到当下和未来。那么我们把当下过好，把未来走好，也许通过时间的疗愈的方式啊，这个过去它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疗愈。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说当下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所谓的过去对于你来讲太难释放了，你太难去放手了，你几乎没有办法说让这个过去可以去原谅或者是放开的话，那么你就要换一个方式去救自己，你要换一个方式去疗愈这个自己。这个方式呢，就在于说，能不能够先把这个过去你没有办法忘记的、没有办法放下的这些事情呢，暂时先放在那里，不去解决它，也不去埋怨它，也不去忘记它，而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呢，把未来规划好。当你从现在开始去准备你的未来，打开你未来之门的时候啊，你走得远一点，打个比方，你过1年、2年、3年或者更远，10年以后你回头来看，也许你会发现你当前你放不下的这个过去，无论这个过去里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也许你都会觉得他们不值一提，他们非常的渺小。对于你10年以后的那个伟大的或者是成功的你来讲，这些事情其实可能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时候的你也许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和胸怀去放下，去看破，去原谅。但是对于当下的你来讲可能很难，或者是对于当下的你来讲不甘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用时间的角度我觉得是疗愈这个自己。所以呢，当前呢，我觉得第一张牌宝剑国王的逆位出得很好。这张牌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勇气，来自你们的潜力，你们完全是有能力做成这个真正的宝剑国王，让你们可以去展翅高飞，让你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人生，或者是去解决问题，或者是让你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让你们冷静分析。可是呢，由于这个过去，或者是由于你没有办法去勇敢面对的所谓的未来，而束缚住了当前你的这个前进的脚步。如果说当前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那么也许不需要去为自己想最好的那一个选项，而是说先走出当前你觉得最想走的，或者是你觉得当前最容易走的，或者是你当前觉得我能够把今天的某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从1开始，我们从起步开始，我们从0开始，让自己一点一点的丰盛，让自己一点一点的站起来，让自己一点一点的，我觉得是羽翼丰翼，然后呢是起飞。无论是什么，我们呢其实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结果其实是我们给它安排上的，或者是添加上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去看同一件事情，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你会为一件事情或者是为一个目标奋斗很长时间，如果是拿3年的时间来看，也许你是失败的。但是呢，如果你放在5年的时间线来看，也许你是成功的。那如果你放到10年的时间线来讲，也许你会觉得那件事情根本就既不失败也不成功，它仅仅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片段而已。你已经看破了，你已经放下了，你已经不在其中了，你已经从那个事件当中飞起来了。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叫宝剑国王。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OK， 然后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一张水象的能量，这里是一个圣杯8的逆位来自这个天使数字66。这个里面的疗愈的能量呢，在告诉你其实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也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在前面等着你，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一个非常精彩的等待你去探寻的一个以后在等着你去出发，在等着你去启程。你有热情，你有雄心，或者是你有这种想去探索的激情，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有奋斗精神，有这种斗志的一个年轻的灵魂。但是呢，当前的这个逆位的圣杯8让我看到的是有太多的情感，有太多的不舍得我觉得是过去我觉得是过去，我觉得是你过去的经历，过去的遭遇，过去的情感，过去的这种起伏可能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说走就走，说放就放。
圣杯八的逆位啊，但是呢，当前吧，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某种程度上啊，在这个疗愈的能量里，也是在讲我们今天的 healing 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你当前正在疗愈啊，你正在疗愈自己的过程里面。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不容易，有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你仿佛在一个时间的黑洞当中，找不着这个可以抓住的东西啊，找不着可以抓住的东西，因为过去已经发生，你没办法看破，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过去已经成为了现实，而这个所谓的未来呢，又当下还没有真正的去打开，因为你还没有走，你还没有去开启。而当前的这个疗愈就非常像一个过渡期啊，非常像一个过渡期，你们需要去在这个过渡和这个疗愈的能量当中去调整自己。刚才我讲过，也许有的调整啊，它没有办法让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就把这个过去忘记，就把这个过去给看破了，就把这个结果能够顿悟了。我们都是凡人，我们做不到。我们去看向这个过去，可能内心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纠结，有很多的不满意，有很多的责怪，有很多的愤恨，对吧？五味杂陈的情感全部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随便闭上眼睛都能够去感觉到。但是呢，已经发生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去的。所以当前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抽到这个天使数字，所看到这个6号的能量啊，它告诉你的是，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过去，不如让我们跟自己当下的这个已有，不如让我们当下和当前现在的已知去做一个和解，也就是接受它啊，接受它。什么叫接受？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既不属于好，也不属于坏，仅是我接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啊，这个事情它已是过去，而我现在呢，就是当下的自己，而我现在呢，要去开启，或者是你要去开启这个新的可能。我要往前了，对不对？我觉得圣杯八的能量就是在告诉我，现在很多朋友，你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你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勇敢的让自己走出去，让自己开启这个全新的未来。那么你不能下定决心，你就没有办法从过去的能量当中去挣扎或者是走出，你就没有办法去开启这个未来的新旅程。是情感把你拉住了，是情感把你给，我觉得是嵌在了过去的回忆里啊，是过去的回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天使数字呢，要给你的一个信息。第3张牌呢是金币7，这张牌呢，我觉得代表着天使能量啊，希望能够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要去走长期路线的人。刚才我讲过啊，无论成功与否，其实都跟时间有关。3年的时间来看，也许你是失败的；5年的时间来看，也许你是成功的；10年的时间来看，也许你既不成功也不失败。那么当前呢，我们从一个更长远、更高的角度去看，你的天使数字的能量想告诉你啊，其实你还在过程里。也就是说，你现在去给自己做这个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这个定义都太早了。金币7的能量呢是在讲你还需继续，你还需要继续努力，你还需要继续的向前，你的这一段路程还没有真正的走完，前面还有很多的路啊！大家看这张牌，前面还有很多的山丘，你的这个路程当中还有一个明亮的月光啊，在为你去点亮和照明。而金币7是在讲，在3D 的世界生活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呢，是需要你继续的。这里可能包括你的工作，这里可能包括你的家人，这里可能包括你的身体健康，这里可能包括你的亲朋好友，这里可能还包括你比方说责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在当前的这一个火罐当中呢，去混合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就选择放弃，或者是现在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向前的话，那么其实呢，你从很久很久以前到当下所创造出来的这份成绩，它就没有办法去为你继续向前了。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因为你们现在呢在疗愈的能量里啊，天使数字呢也给了你当前的这个疗愈的信息，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呢，去做一个反省，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把自己的想法做一个规划。什么意思呢？也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看到了很多失败，你看到了很多不甘心，你看到了很多背叛，你看到了很多愤怒，但是呢，你忘记了美好，或者是你没有把一些真正的你的丰功伟业，或者是你的一个成绩啊，就是拿出来去对冲你现在心里比较多的这种郁积。金币7的能量呢，就是在告诉我，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成功很多呀。你想一想啊，比方说从校园毕业到当下，你的工资有没有变高很多啊？从那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到目前你可以看透、看懂一些人啊，他们的这种嘴脸呢，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说话方式啊，包括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一些规则啊，你有没有变得更加成熟了呢？在感情当中，从过去到当下，你去做对比，是不是对待感情你有了新的领悟？你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小白？别人说一句什么话，你就会感动半天，或者是说别人可能是在骗你，你都分辨不清楚。也许现在你会更加的有经验，在各个生活的层面都更加的有经验，在各个的生活层面都已经有了一个我觉得是不错的基础。只是这个基础离你的目标可能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没有关系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有时间。如果你觉得过去辜负了你，那么你就不要去辜负你的现在，更不要去，我觉得是诋毁那个美好的未来。人生呢，就是在你的手中啊，我觉得是你左样看右样看，你怎么去想，它就会怎么样变。你用一个消极的想法去看待它，都是不好的。你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向它，一切皆有可能。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现在的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疗愈，现在的你呢，也正在疗愈期。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啊，就是在告诉你啊，我觉得现在不适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去给自己就是增加太多的砝码和压力，不要再逼自己，不要再对自己太狠，不要再去怪自己了。你们现在要做的是释放，把过去不好的，把对自己的否定都释放掉，把这种埋怨变成接受。我从现在开始全部归零，对不对？我们从现在开始全部归零，无论是别人对的还是我错的，还是别人对的我错的，或者是别人错的我对的，对吧？无论是什么，我们都让他们归零。我们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就是去让自己归零，然后呢，再一次的去往前走，再一次的去稳定的我觉得是继续的用一种热情饱满的心去继续追逐我们的高度。宝剑国王继续去追逐我们要去完成的这个伟大的事业，或者是继续的去追逐我们的目标和这个美好的一个理想，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的这个美好的未来。好，第4张牌，天使数字的能量啊，来，我们的第4张牌呢，就是金币骑士，终于有出发的能量了有这个动起来的能量了。所以第6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天使数字呢，希望你能够了解的这个讯息就是不要放弃。金币7，其实现在你是小有成绩，你离那个大成绩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现在你其实是小有成就不要去抹灭自己的功劳，不要去把自己的不好全部都放大。如果你一定要放大的话，请放大你现在的有，请放大你现在的拥有，去放大你现在的成绩，去放大你现在的美好，让你自己有更多的饱满和自信，以及积极来面对，我觉得是接下来的一部分的旅程。如果说过去我们一定要给它画一个百分比的话，那应该就是70%。你现在只在70%，你还有30%的路没走完。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不在节点里，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不在那个翻篇的地方，你现在在途中，你还在旅程当中。就好比你从一个岛屿要去到另外一个大陆，现在的你呢还在航行的过程里，你并没有靠岸。如果说一定是靠岸的话，现在你的岸只是一个小小岛。如果你觉得这个小小岛和你心里的那个彼岸差别很大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小小岛并不是彼岸，这不是你的终点，这不是你最后的地方，它只是一个过渡期。如果你觉得这个岛不好的话，请你把它当做一个休养生息的美丽的岛屿，把它当做你马上就要前往人生那个最大的彼岸之前的那个休息站，那个补给站，让自己我觉得是稳定的继续的向前。你一定要有一种信仰，或者是你心里一定要坚定。如果你要的这个彼岸，你要的这个目标是另外的一番天地的话，那么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启程，金币骑士，让自己启程，让自己用一种饱满和富足的心，让自己慢慢的启程。我们最后的2张牌全部都落在土象所以第5牌的朋友刚刚疗愈好伤，刚刚从这个病里面我们所谓生病的这个人，如果他痊愈的话，那么他去工作，他就一定要慢慢的开始。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病人或者是刚刚痊愈大病初愈的人去做很重的活。同样的道理，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无论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精神的也许你过去对于你来讲就是大病一场，而现在的你呢是在痊愈和马上就要痊愈的过程当中，你即将开启的是健康之路，你即将去走上的是一条把自己给身体加强，把你的心理强壮，把你的情感变得更加成熟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和方向里。所以新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去把它给踩出来、走出来，或者是描绘出来。那么现在的你呢，给自己一些时间，给自己一些机会，你正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不要对自己太过于严格，不要把自己当下的结果就把它定死了，一切都还有可能，一切都还有机会，现在并不是去做结论的时候。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有一个我抽了另外一张牌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抽到的牌是什么呢？第1副牌的朋友来，我们把它重新摆一下，这样我们就都可以看到好，那今天我抽到的一张牌给你们的这个是从天上得到的帮助从天上得到的帮助。这张牌其实是一张非常好运的牌，它有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是在告诉你其实当前第1副牌的朋友你的祈祷已经被宇宙或者是已经被这个天神听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老天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对不对？但是呢，第1副牌的朋友这个能量也过去了，或者是这个能量在你这里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当前你的愿望、你的心愿、你的祈祷，你跟宇宙下的这个订单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宇宙的手里我们现在这个牌就是说，这个天神这个女神她已经在天上听到了你对她的祈祷。这个天神其实我也觉得它跟大海有连结。我们今天刚才第一组这个 healing 嘛，我就觉得有海的能量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跟这个海里的女神会，或者是天上的女神会有一些连接。今天我们天使数字嘛，你的天使可能也是一个美丽的女神的形象那么你跟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女神是有很强连接的。那么这个女神呢，当前她的眼睛正在看向，我觉得是你这个女神她在看你，她看到了你。今天的第2个信息就是你的信息被别人听见了，你的愿望被别人听到了，你的烦恼也被他们听见了。那么现在干嘛呢？就是你有了老天爷的帮忙，你有了宇宙的帮忙，他们现在正在帮你。你看他干嘛？他正在弹这个琴那么弹琴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他在给你弹拨疗愈的音乐，他在为你调拨或者是调整你的频率，祝你疗愈成功，并且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是5D 的空间，
可能是大海的深处，可能是这个茫茫的宇宙啊，另外一个地方，在他所生存的地方，在为你去显化啊。我们在讲什么叫创造？创造是我们一个人创造吗？可能未必，可能创造是天人合一，大家听过没有？天人合一的创造。那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愿望已经被天神所听见，他们已经在为你去创造了，而你要做的就是在3D 的世界里，你们看啊，土元素，天使数字在告诉你啊，你一定要在3D 的世界里去继续向前，去继续的努力，而宇宙呢会在天上为你去，我觉得是调整，为你去这个助攻，或者是为你去帮你去把这个结果更快的带到你的世界里来。所以我觉得是天人合一的时候，宇宙在讲现在就是这个好时光，就是这个好的时间段让你去疗愈好，然后呢继续出发，继续向前。这个目标如果你现在没有到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你只要继续向前，你只要继续的去努力，继续的去寻找，那么这个未来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你期待的这张牌很好运，这是一张好运牌，讲的就是你的心愿被听到了。那么听到以后干嘛呢？就是要显化，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你跟这个女神一起天人合一，创造这个美好的结果。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抽到一张牌放这边。好，今天我们也抽一张这个星座能量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天使数字要传给你的讯息，让我来看一下，连接一下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给大家我要看抽的牌，然后跟大家讲。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天使数字这个66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抽到了吧？我们抽到是在狮子座。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一个星座能量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牌出来以后呢，我连接到的信息就是在讲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天使数字要传递给你的讯息是让你自信这个66疗愈嘛，疗愈干嘛？疗愈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疗愈好了以后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自信的你，从容的你。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的能量是宝剑国王，冷静、智慧、决断、思考，有头脑，有本领，有真本领，有实力的一群人。那么无论过去的生活对你造成了怎样的一种影响好的不好的刚才我讲过失败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你觉得遗憾的、后悔的，无论生活的过去有什么，我觉得过去的就已经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就让我们昂首挺胸的从容的面对现在和未来。如果过去的事情你是对的，但是你被别人误解或者是误判，那么就更不应该让这个错误的结论来影响我们当前和未来的这个自信的自己，成功的自己。如果过去你的这个结果，比方说是真的你错了，或者是真的是你有遗憾，你觉得不应该这样，那么你现在呢也应该去把这个所谓的遗憾变成你的人生的宝贵的教训，让它成为你的一个往前走的一个里程碑，对吧？是的，也许我过去做的不好或者是不对，但是它也已经是过去了，不能够以过去的能量去定义你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你想改变的话，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是归零，一切都归零，让自己自信的、勇敢的、从容的去创造。我们来讲创造是什么？天人合一。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的能量今天我抽到了天的能量，从天上的帮忙已经来了。那么现在是需要地的能量，也就是你作为宇宙的信使，作为宇宙的使者，你需要跟宇宙一起去创造。那么现在就是轮到你了，对吧？运势已经有了，天神的能量也已经有了，老天爷也在这个地方为你拨动了这个琴弦，为你去调整这个能量，为你去打开这个频率，为你去创造这个新的可能。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要走出去，金币骑士，骑士的能量是要动起来。那么动是动什么？动的是3D 生活里。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吧？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该好好运动，好好运动。该去玩你就要去玩，你要去结识新的朋友，对吧？这个狮子座我们要去玩呢，我们要去冒险呢，我们要去探寻这个美丽的森林呢，或者是你的这个世界，对不对？
该去怎么样就去怎么样。然后呢，当前啊，这个在狮子座，它讲的是一种方式，像狮子星座一样，对吧？我们要能够相信自己，我们要能够有热情的生活在这个小宇宙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变成这个小宇宙，这个小太阳，我们要自己的能量充沛，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的火焰去影响、温暖更多的人、更多的心。所以啊，今天我给大家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能量在狮子座，以狮子座的能量去面对当下和未来，那也就是自信勇敢的往前走啊，寿终之王，对不对？快乐的啊，愉悦的，自信的，我觉得是那种散发光芒的一种方式啊，去往前走，往前看。好，最后呢，我们是2张天使牌的一个指引啊，我们来看一下天使守护天使啊给你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好，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来看一下，第一个 be assertive， 这张牌是什么？要能够断定。其实断定的能量就跟我们刚才抽的第一张宝剑国王啊，我觉得是非常的相互契合嘛。宝剑国王是逆位的，就是不够断定呐。那么现在你的守护天使跟你讲，你要断定，你要能够去下这个决断。狮子啊，它在这个森林当中从不犹豫，他看好了他就追，对不对？他看准了他就跑。所以呢，像狮子座一样，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想好了吗？你要什么？或者是你想清楚了吗？你要不要继续向前？那么一旦你下定这个决心，你就要断定，你就要勇敢，你就要从容，你就要跑起来，你就要做起来，你就要行动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啊，最后的一张牌，守护天使给你的一个指引是什么呢？好，第2张牌呢是浪漫啊，是 romance。这张牌呢，我会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爱情的泡泡离你不远啊，浪漫的泡泡离你也不远。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爱情运势啊，在等你去开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抽到是狮子座啊，这个狮子座能量呢，其实有比较多的那种调情啊，对吧？暧昧呀，然后呢是玩乐啊，享受啊，对吧？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未来可期呀，未来是美好的呀。那当下的你呢，如果真的有一些情感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尽量也是让自己可以去走出来，尽量的让自己呢去整装待发，让这个疗愈的时间呢为你去工作，让自己呢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慢的节奏里去疗愈好。那最重要的是迎接未来啊，最重要的是呢在当下去迎接未来，我们从现在的这一刻去准备好美好的未来。那么过去刚才我讲过，疗愈好之后的你可能会觉得过去的一切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你现在看到的那么的可怕，或者是没有你现在看起来的那么的糟糕。我觉得未来是美好的，是值得你去期待的，是值得你勇敢向前继续追寻的。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今天为大家很有感觉的连接的这一个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当下重要的讯息。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张27号牌。那27号牌呢，它的对应的数字除了我们在讲2727这个能量，那它也包括0909或者是9999999，因为2+7正好是数字9的能量所以说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数字的能量当中，其实所谓的这个9，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圆满的能量，因为一旦到达了数字10，它的能量就会再一次的变换成数字1，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有一种比较高阶的，或者是比较高频的，又或者是某件事情接近于完美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不是说在刚刚开始的初始阶段，而是有些东西可能更加的需要你去往上去看。好，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27它的这个能量里是什么呢？今天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数字能量它的讯息是
spiritual partnership 啊，这张牌呢其实是一个合作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合作关系呢？是精神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讲是一种灵性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可能都多多少少的要去跟人打交道，要去跟有生命的灵体打交道，对不对？在这些有生命灵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物种或者是这个能量里面啊，那么我们其实都在跟对方去交换一种能量啊，无论是这个交换是通过眼神的交换、肢体的接触啊，还是说用语言，对吧？我们这个心灵感应也能把它算进去啊。所以说每一次我们其实都是在交换一种能量。今天呢，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天使数字要给你的讯息是有关于你和某人的关系，你和别人的关系。那么在 partnership 这张牌里面啊，它的这种关系性啊，比较多的是1对1啊。那么我们讲关系其实有很多种，有一种呢是1对1，就比较近嘛，我跟另外一个人，对不对？还有一种关系呢是1对多，比方讲你站在那个舞台上，对不对？你去做演讲，你去做这个主持，你去那个比方说跳舞，你都是对很多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能量是1对1，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里，其实它属于能量比较密的，或者是能量比较紧的。在1对1的关系当中，我们知道的，比方说你跟孩子，你跟父母，你跟你的宠物，你跟你的伴侣，你跟你的领导，你跟你的团队，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事、你的同桌，对吧？这都是属于比较近的关系。那么宇宙在讲，你当前可能需要去你有可能你需要这种有精神的连接，有精神、有强烈精神互动的一种关系，来滋养你的心，来让你的生活，我觉得是更加的有灵性。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我们可能会很多时候也花很多的时间去追逐物质，或者是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但是呢，我们是有灵的生命体，我们需要精神我们需要精神。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今天这个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信息，我觉得是鼓励你或者是让你去重视一段有精神强烈连接的关系，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牌今天的这张牌先放这里而且呢，我们再往上看一点就是2加7是9嘛。那也许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呢，离那个所谓的打个引号功德圆满就差这个东西。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一段有精神的连接，而这段有精神的连接能够让你的生活感觉到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圆满，更加的我觉得是幸福接近于满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个信息在这边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抽牌我们把这个牌先放一边好了，等会儿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讯息究竟有什么样子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对应着看，我们来一张牌一张牌的解今天选到了27号牌的朋友们这个天使数字要给你的这个能量今天我们的这个27也包括你们的生命数字，比方说12、11对吧？什么17比较 random 比较随机的数字都会在这一组我们来看一下什么29对不对？28呀我们都可以看就是有关于这个很随机的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使数字里的能量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呢？感恩宇宙。OK， 等一下这个牌我们在这边翻开的是这一张我的这副牌比较滑好的，来第一张第一张呢是宝剑一，这张牌吧是一个逆位的它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在说什么呢？我第一个连接到的能量就是在讲，其实想法当中、思想里面有些东西没有真正的很清楚。宝剑一呢在讲着一就是明确，一就是集中力，一就是一切能量的开始和起源。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天使数字的能量它其实是想让你去打开一种关系，或者是打开一种生活的状态，
但是这个生活的状态呢，它不是说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另外一个人的介入，或者是说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能量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另外的一个人需要你的能量啊，有一个人他需要你的能量。宝剑一的一个逆位啊，这边呢，我第一个感应到的能量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应该是精神连接的这个方向，当前的你呢，没有真正的走上去。走上精神连接需要很多的条件，这个条件可能是你要疗愈好自己的心，这个条件可能是你要有勇气去爱，对吧？有勇气去跟别人深入的连接。因为一旦当我们去信任一个人，深入的了解一个人，或者是跟他发生比较紧密的连接，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的脆弱的一面啊，真实的一面，对不对？就是展露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一旦我们有了牵绊，别人在讲，有些时候大家看那个剧啊，一旦人有了牵绊，不过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就有了软肋。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他没有弱点，对吧？他没有弱点，他没有软肋啊。但是一旦一个人他有了爱，有了在乎的东西，他就有了弱点。但是呢，作为一个人 OK， 作为一个有精神力的有灵魂的一个人类啊，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软肋其实是我们灵性之所在啊，是一个灵性之所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的心是啊硬到这个无坚不摧，硬到钢铁不入。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所以我们才是所谓的人，对不对？有灵性的人，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有爱的人，一个美丽的人，一个受别人喜欢的人。我觉得这个能量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去把自己的心练得很坚硬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放弃了我们能够得到别人爱的权利。所以这个能量就是一个，你看这把剑啊，双刃剑。所以一切都是在我们的选择和一念之间。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如果过去的经历一直把你锻造成了一个女强人，或者是很男性社会当中需要你成为的那种硬汉啊，就是我无坚不摧，我什么都不怕，你不要来伤害我，我也不相信你。如果你们现在是这种状态，所谓的成熟，所谓的男人，所谓的那种女强人的话，那么当前呢，宇宙给你的这个天使数字，希望你看到的是，你可以把自己锻炼得很厉害、很强势、很强悍，或者是很有本领啊。但是在你的灵魂深处，其实这个柔软是你真正的一个所归，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精神连结，才是真正能够使你安心、放心、回家的感觉、归属的感觉，这样子一个地方。那么宝剑一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二组的，要么呢就是你的生命周围啊，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但是你可能看不破，或者是没有办法让自己释放出来，给自己自由，让自己勇敢的去相信一次，或者是让自己走入一段这个精神的关系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在讲，也许你把自己困于所谓的这个陷阱啊，这个宝剑一给我从这个角度给我看，非常像一个陷阱，你在陷阱里面，你被困住了，但是呢，你的手里有一把剑啊，你的手里有一把剑，你得突破这个陷阱，你自己得想好，你自己得突破它。在陷阱里面，可能你坐井观天，你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勇敢的、完美的、安全的，事实上你的位置很小，范围很有限。那么当你去想好了，去用手里的这把剑展开这个陷阱的这个绳索，你将获得的是自由和蓝天，那就是无边又无际。你可以飞起来，你可以往上走，你可以去享受这个海阔天空，但是前提条件你也得从井里出来。所以这个宝剑一的逆位给我看到的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精神上、思想上有一些枷锁困住了你们，真正的去，我觉得是进入到这种深度的连接里，让自己的精神饱满，让自己获得精神所需要的力量和营养啊，这个就是宝剑一了啊。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牌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天使数字要给你的这个讯息究竟是什么呢？来，第二张牌啦，第二张牌是圣杯一，好有意思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天使数字能量是9，刚才我讲过，9其实在数字能量里它是最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或者是最全的一个啊。一旦过了9就是10，一旦到了10就会回到1，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很强的一种承上启下以及过渡啊，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我读到的第二个信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前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走在了人生的一个边界线、临界点。你们现在还在这个，我觉得是前后啊，你们在中间的这个地方，你们还在之前的一个阶段最全的地方。你们现在要选择的是一个有精神的连接，或者是走入精神的连接，帮你们去打开全新的未来。所以你们在门口啊，现在你们的人生阶段在门口有一个新的章节。我觉得有一个人生新的旅程，这个旅程是精神的旅程，是要你的精神世界更加的丰盛，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的饱满，让你去感觉更多的精神世界。也许有一部分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物质世界其实已经是很丰盛了的，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够快乐，或者是你觉得不够幸福？那么答案也许就在这里，你们需要更多的去信任和打开你们的心。今天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圣杯一的一个正位啊，这里是一个酒糟的能量。什么叫酒？什么时候喝酒？我们开心的时候喝酒，我们难过的时候喝酒，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我们要开酒庆祝，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正位的圣杯一啊，更多的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难过的时候的酒啊，更多的是一种好像有朋友从远方过来看你。你想去招呼什么人啊？你想用酒去招待这个客人，你想用美酒的能量让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见面，让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聊天，让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吧变得更加的有味道啊！喝酒就是品它的那种味道，品那个酒的醇香，或者是说通过这个酒来讲出心里的真心话啊。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借酒浇愁啊，或者是因为害怕，所以用一点酒啊，给自己壮一下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是相互连接的。而这个1号牌的能量重复的出现，代表着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生活的周围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里啊，有能够让你快乐和幸福的机会，有能够让你打开心的机会，有能够让你真正的去感受人间情分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的人间啊，有很多的这种苦涩，但是也有很多的温情。我们要去相信这个可能性。人间有很多相互对立的能量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权利，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就好像是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吧，就是宇宙给了我们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选择。那如果你选择痛苦，可能你看到的都是痛苦。但是如果你转念，如果你想去获得幸福，想去看见快乐的话，那么首先你得从自己这个地方开始，你要选择看快乐啊！你要首先是选择你要去看快乐，你要去选择快乐，你要去相信这个快乐。圣杯一的能量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灵性，对吧？灵性的一种打开。我们今天是什么？精神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精神力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灵性啊，在于说不再是物质世界纯粹的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是在看得见摸不着和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里面，你能不能够相信后面的可能？能不能够去打破物质世界的结界或者是这种限制啊，来让自己的心成为真正的指南针啊？我们可能在物质社会里面就是数学呀，或者是包括这个数学其实它都是活的，对吧？可能我们会看比较死的一些东西啊，什么数据分析啦什么事实证明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些的话，可能我们就离这个灵性太远了。所以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天使数字无论是通过你的个人的生日信息，我们今天的27的能量，还是这个9的能量，我觉得都是在告诉你，你看数字9，还有我们的9又是一个重叠我觉得都是一种让你去打开心的感觉，寻找快乐，寻找那个跟你在精神层面有连接，能够同频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小生灵哪怕是一个植物，哪怕是一个小狗，一只小猫的话，其实都可以的。我们要学会爱，我们要勇敢的爱，有勇气爱，我们要选择爱。OK，好，来第3张牌看一下这个能量是什么。好，第3张牌我看到的这张牌呢是权杖7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
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比方讲，我们可能会经历啊，有人欺负我们，有人这个霸凌我们，有人说不好听的话，有人拒绝我们，有人抗拒我们，有人可能会阻碍我们，对不对？这个东西呢是怎么讲？可能会遇到的啊，可能会遇到的。但是吧，如果你让这些阻碍成为定义你人生，或者是成为定义这个世界的名词的话，或者是代名词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讲，这个生活可能就太苦了。这张权杖七给我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和不要把这些所谓的阻碍，这些所谓的拒绝啊，看得太严肃，或者是看得太严重吧。这张牌其实给我非常强的一种能量，是在说我们要放下这个心墙，我们要放下这些人啊，我们所谓的对立的感觉。你看这个人，他今天说这个话，他针对我，他不喜欢我，那我就不喜欢你啊，直接就是二元对立了，直接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划清界限了，再也没有可能去发展了。这个能量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比方说别人都不小心把东西泼到你身上啊，你很讨厌他，或者是有人他比方说抢了你的位置啊，你很讨厌他。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关系，可能这些跟你有矛盾和冲突的人呢，他在你生活的左右，也就是说他跟你的关系还挺近的，可能包括那种我们举几个例子啊，老是念叨你的父母亲，对不对？老是说很多话，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或者是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你会觉得很烦，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对吧？可能这个能量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团队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上级领导啊，总是在刁难，或者是总是在所谓的刁难引号，或者是总是在挑你的毛病，对不对？或者是你生活当中啊，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你的这个伴侣啊，可能他总是没有做到你心里最理想的那个方式啊，可能迟到啊，可能他没有订到你最喜欢的餐厅呢，可能他今天这个打扮你不喜欢呐，明明要他穿那双鞋，他非要穿另外一双鞋，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生活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大，把这些矛盾放大，把这些对立放大，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好像生活一地鸡毛，对不对？权杖七，我觉得这张牌的逆位非常好，它是在告诉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换一个角度吧。如果这个父母老唠叨，我们就相当于把自己抽离出来，不是听他唠叨啊，而是我们去看，哎呀，你看我们的父母年龄这么大了，还在关心我，对不对？还在担忧我，是不是啊？我就不要再跟他斤斤计较了，我放下了。那么你说什么，我先答应着，然后呢，我按照自己的一个分析判断，或者是跟他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吧。工作当中，比方说有人总是唠叨你，或者是总是念叨你，总是挑你毛病，挑你刺，你就想一想，这个人他这么的挑毛病，说明他的世界可能并不好，说明他可能上级领导，就是每个人都有上级领导，也许他的上级领导对他非常的苛刻，所以他才对你这么的苛刻。因为每一个人他能够展现最大的这个边界线就是他自己。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但每一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有的人的世界非常的小，有的人的世界非常的大，甚至能够超越这个地球。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别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如果对你非常的糟糕，说明他的世界很糟糕；如果他对你非常的好，说明他的生活很棒。那么如果你能够看懂这个道理，那么无论你外界的世界，你看我们这个权杖其实外面周边的这个世界，周边的这个环境，他们给你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根本跟你就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去当真，你不要去太过于的较真。所以呢，权杖七的逆位，我觉得天使数字在这个地方给出了27和9的能量，或者是说这边的能量是你的生命灵数，或者是你的生日信息。那么这张牌就是让你别那么认真，把关系的核心跟本质拉出来，而不是被外面的那种琐事弄得一地鸡毛。权杖七，我们要放下这个所谓的要去抗争，要去跟他对立，要去跟他争个输赢，要去弄个你死我活，不是这样。权杖七的能量是说放下这个所谓的界限，我们用一种更加包容、柔软的、慷慨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成为这个光环，让我们去引领这些人向上，看到精神关系的连结更加的重要。
事情是事情，人情是人情。事情可能是大家想法不同，但人情人情我觉得是更加要有人情味的生活，对不对？精神的连接哈。OK， 那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呢是一个圣杯4的逆位啊。这张牌的逆位呢，其实比正位要好啊。圣杯4的逆位，我觉得看到这里吧，宇宙希望你能够从小事情开始，从生活的一点一滴开始啊。我觉得是学会看见真相，看到生活的本质。我们来看一下圣杯4啊，这个皇帝他面前有很多金杯或者是金盏，都是鸟做的。那么事实上这些鸟都是假的，这是杯子，对吧？真正的鸟和夜莺在他的身后，他没有看见。真正的鸟，这个有灵性的鸟在唱歌，能够唱歌的夜莺在他的身后，他没看见。逆位的牌呢，是在告诉大家，生活当中可能有诱惑，可能有不好的东西，可能有纷争，可能有这种所谓的物质，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能够看到灵性当中的那个真相，肤浅下面的本质，表面之后的真理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是我们在平常交流当中平常沟通当中，平常与人这个相处的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核心和本质。我们是以精神的世界跟别人交流，真实的去连接他的内心，还是我们被一些表面的事情蒙蔽了双眼？如果当前第2组牌的朋友，你觉得生活当中这些人呢，你都不喜欢，你觉得一地鸡毛的话，你就要换一个角度去看了。无论是对应在你的生活、工作、家庭还是个人感情，当你去真正的用心跟他们去做精神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柔软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可取之处，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毛病，但是每一个人他也一定有闪光点，你要去发现那个闪光点，你要去发现这个被很多很多刺、很多很多坚硬的外壳包裹住的里面的那个灵魂。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你的身边的人、跟你的世界去连接的话，你会发现你到处都是好朋友，你到处都是贵人，你到处都是善缘这个就是我看到当前的这个能量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圣杯4还有一个信息呢，我刚才也听得很清楚，就是很多朋友你们要从小事开始给自己注入更多生活、热爱生活的动力和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热爱。圣杯4的逆位，不要把生活过得无聊，不要认为你的生活是无聊的。如果你生活当前是无聊的，就请你去找到这个精神，找到这个精髓，找到这个热爱的源头，是你给了这份生活它的定义是你去定义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就要从你这个地方开始去注入灵魂，注入热爱，注入喜悦。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点一点的改变会让你更加的有动力，更加的能够去接近你的本心，让你的心再一次的柔软，再一次的能够感受到人间真情，人间之爱。精神连接27号牌，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钢筋水泥土现代社会城市生活里非常需要的一个能量好，来第2张我们看什么呢？看这个看今天的这一张我提前抽到的牌我们这里是什么我们把这个放这边来。今天看的是天使数字的能量27，也就是9号牌今天我们这个第2个牌29很多27、29的朋友包括999，刚才我讲过0909 OK， 还有你们其他的比方说232425生命灵数里面的一些数字这边都可以到这边来看。我们的第2张牌我抽到的是这个发现生命的意义，或者是发现生活的意义，非常好的一个能量这张牌呢，其实我刚抽到的时候吧，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有这个情缘就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你需要，因为我们今天精神连接嘛，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关系，灵魂伴侣。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你志同道合，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跟你是惺惺相惜，你要看见他的美，看见他的好，找到你灵魂伴侣，或者是你所谓灵魂的另外一半有这样子的能量，是我第一次抽牌的时候感应到的。
但是呢，连接到当下的能量里啊，其实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份感觉，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发现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喜欢和热爱。那每一个人对生活里面的喜欢和热爱都不同，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归于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它也不仅仅局限于兴趣爱好。有些人也许他并不是说兴趣爱好，而是说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应，他可能想去游历，他可能想去比方说玩这个乐器，他可能很想去领悟或者是了解人性，或者是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可能是这个花仙子或者是一个山灵啊，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啊，从山这个地方出来，从瀑布这个地方出来，欣赏着这个人奏出的美丽的一个小提琴的这个歌曲啊，歌曲是动人心弦的。歌曲呢，它是一个世界通用语言，不需要去告诉我们这个歌曲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旋律，唱了什么歌词啊，只要音乐一响起，我们可能就会被这个音乐所感染。所以这个所谓的被感染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就是灵性，就是我们的心，不存在语言。音乐响起，无论它是哪个国家哪一个人创作出来的音乐，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音乐当中得到一种触动，对不对？这就是灵性。所以今天我们抽到这张牌是发现生活的一个意义，或者是发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Life purpose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来到这个地球？我们为什么要每一天睁开眼睛去过这一天？你想让今天过成什么样子？你想赋予你生命什么样子的价值，什么样子的意义？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能量抛开的话，可能它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灵体的感觉。高大的这个山之所以我们会敬畏它，或者是我们觉得它很好很美，喜欢它，想依靠它，是因为我们赋予了这个大山意义。它能够让我们稳定，它能够让我们内心平静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大山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这个意义。那么大山本身它有没有这个意义？也许它没有，大山就是大山，它就是树，所以生命的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第二组牌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这个天使数字27、29这些能量他想给你传递的就是发现生活的意义。你是生命的主人公，你是生命当中你生活里的那个奏起小提琴的那个人，你要为自己生命的乐章奏响这个美妙的旋律，对不对？你要选择怎么样去过你的生活，赋予你生命怎样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且呢，我也能够从这张牌里看到很多朋友因为我刚才讲过，你们的能量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属于临界点，你们在门口，你们推开了新的门，代表着新的开始，代表着灵性的打开，代表着思想当中的清晰，也代表着发现你生活的意义。这是你接下来生命要去行走的，或者是你的灵魂、你的灵性所召唤你去打开、发现和推开的一个新的层面是精神的层面，才会是在你的我觉得生命当下接下来吧去走进的去推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是更加美好的、更加有深度的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 OK，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我准备的第二副牌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是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找到这个信息，感恩宇宙。好 OK， 那我今天抽到的是在摩羯座在摩羯座摩羯座的能量，其实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星座，也是一个比较稳定，但是呢一路向前这样子的一种星座的能量在这里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你要相信自己心里最希望得到的那个东西呢是可以获得的。宇宙当前用宇宙当前的用这个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信息是，我觉得是像摩羯星座一样的去
付出啊，去付出，去勤奋的，或者是坚忍的、坚持的完成你心里的那个目标。然后呢，当前有一个能量一直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宝剑一的逆位和我们的这个摩羯星座，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能生活是一片散沙，不能是一片鸡毛，你要把生活当中的很散的东西，我觉得用一根线连接在一起，让他们更加的有凝聚力，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方向感，这样子你也会觉得生命更加的有意义。如果生命当前对于你来说是一片散沙，是脚踩西瓜皮的话，那么这种生活它没有什么意义。宇宙当前通过天使数字的能量在告诉你，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生命、你的精神、你的灵魂需要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你的精神力，用精神力把生活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赋予它们独特的味道和你特别的意义。这样子你就能够找到这个清晰的方向，你就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去完成你的目标，去实现你的梦想。OK， 所以说我觉得当前吧，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这个能量当中啊，像摩羯星座，用摩羯星座的能量串联起来，并且要给他们一种规章、一种制度啊。比方说你生命当中你现在最重要的3件事情，你想一想是什么？工作吗？身体健康吗？孩子吗？家人吗？感情吗？爱情吗？是什么？你把这3件事情把它串联起来，并且让这3个事情啊共同的去相互作用，给他们意义，然后呢去用每一天的努力，用每一天的这个积极生活态度啊，我觉得是奏响你生命的乐章吧，发现你生活的意义，把这个东西把它串联起来啊，去给它一个方向，给它一个价值，给它一个方向，让你的生活不断的去往前走，推进它。那么你会是这个成功的人，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摩羯星座嘛，他就是要去不断的攀登，不断的去攀爬，直到他完成这个目标，否则他一定不会放弃，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每一步都走稳，每一步都走好，每一步都是有选择性的去踏出那一步一个脚印。以这种认真的方式 ，OK， 以一种我觉得是有原则的方式，对吧？有这个方式、有方法的这种方式去过你生命的每一天，好不好？OK，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守护天使啊，要在这个地方给你的一个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啊。好，守护天使你的信息。我们今天呢是关于这个数字啊，天使数字27，也就是9这个能量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守护天使给你的信息是等待，等待啊，等待的能量呢，说明有些朋友在这个地方你需要调整。我刚才讲过，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可能是在门外面，你要去推开这扇门，那么推开的这一扇门，它的门是哪一扇门，你需要选择清楚。我们今天出现了好几次有关于这个宝剑的感觉啊，我觉得手里有一把剑，手里有一个这个工具，你的手里有一股力量，你看都是手，你看这个用手去舀这个酒，用手拿这个剑，用手去拿这个锤子，用手去奏起小提琴曲。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手就是你创造未来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的手上有力量，你的手上有光芒。当前呢，你要去推开的这扇门，你要去想清楚你要推开哪一扇门。生命接下来就是不断的被你打开，大家想一想，那个门不断的往前推，就像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推开新的一天的大门。我们要推哪一扇门？等一等。也许生命当前并不需要第二副牌的朋友太快，不用快，我们要的是对，我们要的是正确，我们要的是正好和我们的理想，我们心里的方向相对齐的那扇门。不用快，快当前并不是你生命的主旋律，慢下来，感受你内心的召唤，感受这个精神连结这个精神关系，强烈的一种精神关系，也许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也许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要好，一定要够深，一定要是你真正的，我觉得是你期待的一种方向。
你的生命才会更加的有价值，才会觉得活得更加的精彩啊，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幸福。好，最后的一张牌。很有意思啊！我刚才感觉到就是会是这张牌，答案是否定的。也许这边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觉得我感觉到你们是不是当前就是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答案啊是否定的。答案是否定的。你们现在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段关系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追寻的，或者是你内心需要的是精神。是强烈的一种精神连接，而不是一个肤浅的或者是一个很表面的关系。如果这段关系是表面层次，或者是让你觉得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么强的精神连接的话，那么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你的守护天使当前给你的信息是否定的。也许有些东西要改，也许有些东西要更加的深入，也许有些东西呢需要你去等待。等待对的人，等待对的时间，等待对的这个路口。OK， 我觉得是有机会，有很多新的开始，新的能量在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所以呢，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大众占卜这个信息呢只是给大家一个能量的指引，这个方向性，你们要通过自己生活里所面对的，或者是生命当中你想询问的这个方向来看。宇宙和守护天使在当下通过这个天使数字传递给你个人的这个讯息究竟是在讲什么，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指引和方向，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有所提醒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大家自己的一种对应和你们的选择。那么祝福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祝你们能够在精神的世界、精神的关系当中去品尝到我觉得是一种美丽和甜蜜。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数字7。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关于天使数字传递给你的重要讯息。那么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呢是单号的数字，或者是跟7有关的能量777、7777、0707、1717。这种跟7有关的叠数，或者是你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数字能量又或者是在刚才连接能量的时候选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7号元素当下跟你自己是最有感应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天使数字现在呢想要告诉你的一个重要讯息究竟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OK， 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数字7号呢，它讲的是个人成长 personal growth 个人成长。我们在讲个人成长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一直可以去讲的内容，而且无论你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个人成长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去往前走，然后呢突破自我，让自己每一天都能够更加接近那个完美吧，或者是那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话，那么这个课题这个话题可能对于你来讲非常的熟悉。那么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比方说你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稳定的生活，那么个人成长是你当下天使数字能量里想带给你的指引。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所谓的稳定、安全，可能需要去你调整，又或者是说有一种稳定和安全性现在呢正在我们所谓的瓦解。就像一座高塔，可能这个所谓的塔它也有使用寿命它也有这个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到达一定时间以后，也许这个塔它就不能够再为你保驾护航，或者是这个塔它不能够成为你的安全港湾。你需要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你需要寻找下一个彼岸，或者是下一个更加适合你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牌 Personal Growth。 OK， 今天这个牌的能量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紫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紫颜色，第一个吧，这个紫色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三眼轮我们的这个
美心轮，对不对？第三只眼，你都可以这样去叫它。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心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内在紧密相连的。虽然它不是心轮，但是这所谓的第三只眼，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眼。这是一个闭上眼睛都能够看到的世界，这是我们内在的世界，这是一个能够超越时空、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和任何限制的一个世界。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闭上你的眼睛，不用眼睛去看，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是你的过去，还是你看到的是你的未来呢？或者是你看到的和连接的是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世界呢？我觉得这个第三只眼，你的心眼可能也有一些讯息想要告诉你，也许那是你前进的方向，也许那是你渴望到达的地方。personal growth。好，放这里今天我们的具体信息呢，还是来通过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今天我准备的第2张牌，我们等会儿来一起去解读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抽牌啦。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数字7的朋友这个或者是你经常看到0707、777，或者是7777，或者是跟7有关的能量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单数单独的一个数字经常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天使数字要给你的重要讯息是什么？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是权杖骑士这张牌很有意思这张牌呢，我觉得宇宙希望你能够冲出去，希望你能够勇敢，希望你能够猛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的温柔比较的这种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嘛。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牌动感很强。第3组牌的朋友动感很强。也许这个动感是你现在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也许这个动感是你内心的一种燥热，或者是不能叫燥热应该是内心的一种鼓动，对不对？也许你想去搅拌你的生活或者是你需要去搅拌你的生活，从而得到你需要的个人成长可能是比方说冒险，可能是出远门，可能是去读书，可能是去了解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领域相关的知识，或者是去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觉得是生活在你这边可能是需要更加fierce 那种很激烈一点的，或者是很激动人心、振奋人心弦的一种能量我觉得是当前天使数字要告诉你的讯息。如果当前有朋友想去旅行，或者是想去出行，去远的地方，或者是留学，或者是读书，或者是说探险，我觉得这个能量也许你跟他的这个能量是刚刚好是相互对应的。而这个能量，这个所谓的看见的一件事情，对应的是你的个人成长，也就是你的内心它的这种心理的一种感应所折射出来的现实里的一种现象，对不对？你可能现在发现周围有很多的这个机遇这个机遇等待你探寻你想去抓什么机遇你想去到什么地方，你想跟什么人连接，这是你内心的一种渴望，它显化出来的一种你眼睛可以看到的机遇和可能性这个是 Knight of Wands 很强很强的动感第2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出2张，我们来分别连接一下。第2张牌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第2张牌呢是宝剑5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我听到天使数字要给你的信息是不要被这个坏人打个引号不要被这个坏人打倒。这张牌呢其实是在讲有一个人他其实挺阴险的，或者是他有一点跟你2个人就是他的这种某方面的东西比你多很多，或者是比你经历阅历很多，经验很多。你们2个人其实是一个是很强势位，一个呢当前是一个弱势位一个强势位，一个弱势位。那么这张牌呢我听到的是也许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某种程度上可能欺负你可能是用语言吧，或者是用他的一种权力有一点压倒你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天使数字呢，想告诉你，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这是一个外界产生的一个能量，而你要做的是不被它影响。这个不被影响的方式就是走出去。当前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啊，在生活里，你觉得当前很委屈，你觉得当前非常的不公平，你被这个人欺负，或者是你被他就是用权力压倒。但是呢，宇宙说谁赢不一定，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埃及故事啊，那个名字我实在是不记得，但是呢，具体的故事讲的就是大概说这个人欺负他，但是后来这个 ECC 女神呢，她其实后来赢过去啊，就是说现在来看我们输了，对方赢了，但是呢，当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逆袭之路，我们最后是赢过他，我们最后是获得了公平和正义。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说你生活里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打压你，他让你觉得好像无地自容，他让你觉得委屈，或者是他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的很好啊，把你给限制在了一个可能有一点消极和悲观的世界里的话，那么你现在要解救自己。解救自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强大，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有一天可以逆袭，为自己博得这个公平和正义。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并不是在鼓励第三组牌的朋友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而是说你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与其当前呢在这个地方哭泣或者是后悔，不如让我们强大，让我们自强，让我们独立，让我们通过自我成长的方式去为自己我觉得是挣得这份公平，或者是这一份正义。 OK， 你需要时间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需要时间。这张牌的第二个能量，天使数字啊，当前的第二个能量，我觉得也是在讲，可能现在的这种状态啊，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契机吧，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现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对自己不满意，或者是你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很无力的感觉，那么你需要通过走出去，我们看到的权杖骑士需要通过去走出去啊，我觉得是勇敢和疯狂的去拼搏，勇敢并疯狂的去追寻这个所谓的自我成长。也许这个所谓的失败，它是一个契机，它的契机是告诉你，这个安全的地方，这个你以为可以一直待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供给你你需要的保护罩。你必须通过自我成长和走出去的方式去探险，去历练，去完成你要的自我成长和改变。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呢，就是一个大主教。 OK， 这张牌呢，我们看啊，大主教它其实比较强调的是一种仪式感，它强调的是一种文化，它强调的呢是一种传统啊，也在强调着社区。 OK， 它讲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无论是哪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讲天生我材必有用。 OK，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如果现在你生活当中面对了这种打压，你不要放弃，你要相信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要去到那个真正能够让你发光发热的地方，你要去找到属于你的社区，属于你的那个环境。那么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所面对的这个能量啊，我觉得天使数字所传递过来的这个讯息就是，如果有地方不接纳你，如果有地方它不怎么讲呢，就是让你觉得不爽，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的话，你需要走出去啊，走出去，然后干嘛呢？寻找一个对的地方啊，走出去寻找对的地方，一个有支持的地方，就是这些人新的这个地方啊，有支持你的人呐，有支持你的设备呀，有支持你的这个团队呀，有支持你的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资源呐等等啊。我觉得当前你的这个位置可能也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助你啊，我们在讲这个能量不是特别的有助于你，所以既然我们走到了一个不助于我们的我们在讲这个地方我运势不好，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这个 Hierophant 我觉得是换一个地方，换到你觉得舒服的地方，换到你觉得有这种
大家在一起，对吧？惺惺相惜，或者是大家在一起觉得很紧密，或者是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持，这样子的地方再停下来，或者是再重新开始建立起属于你的稳定的一个后方这个是 Hierophant。Hierophant 的能量其实也跟我觉得这边我也听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学习，刚才我们讲学习Hierophant 的能量呢也有非常强的学习。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需要的是找到学习的榜样，你需要一个人领你，或者是你需要去寻找到一个你心里觉得崇拜、尊重、希望成为的那个成功的人士你要去看他，学习他，了解他，从而呢有一天你能够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对不对？什么叫社区？就是这个社区里面有这个领路人，有学习的人，对吧？那么你也许现在就是要成为这个社区里可以去向这些大佬、向这些成功的人士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这个能量吧，天使数字也在鼓励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不是走出校园我们就不学习，而是我们走出校园以后是更加明确的要学什么，而且学的东西要跟实践相互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呢这张牌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你的天使数字能量呢也在某种层面吧，我觉得也是在告诉你学习的时间到了你现在要学习。如果你现在有困难，解药就是学习；如果你现在不爽，解药也是学习；如果你现在不开心，解药还是学习。你的老师要出现了，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引路人要出现了。你要做的是走出这个不对的地方，让自己奔放出去，去遇见，去寻找你的社区或者是你的老师。 OK， 来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宝剑十的一个逆位宝剑十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好，这张牌呢出现在这里我觉得跟我今天抽到的宝剑五呢相互是有对应的。它进一步的说明第三组牌的朋友，结束在你的眼前，结束在你的周围，但是呢不要去任性不要任性。也许你任性，或者是你现在不甘心你越不甘心，可能你就会在痛苦当中待的时间越久。你的这份不甘心不要变成一种挣扎，不要变成一种愤怒，而是你要把你现在的不甘心转换成你前进的动力。这个地方，这个人他让你痛苦，他让你委屈，他让你没有办法去追逐你的梦，你要的自由，你要的爱。那么你需要从当下看清楚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有人伤害你宝剑十的能量逆位的，我觉得有人伤害你，而且伤到你的心很重。而且这一次的这种我觉得是结论性的东西因为这是10号元素，是有结论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有一点现实的感觉，它已经造成了对你的伤害。那么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伤害它已经造成了，你不要让自己再就是说第一个是不能够被打倒，第二个我觉得是不能让这个人再伤害你。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要去寻找变化，主动的去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当前在弱势位里跟这个人打拼，拼个输赢，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你要换一个方式逆袭，换一个方式让自己重生，换一个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无论是未来你想去我们所谓的证明自己，或者是打个引号吧，你想去报仇也好虽然我们这边不是鼓励大家去报仇但是呢当你变好了之后，某种程度上你已经报仇了。你不需要对他做什么，但是你的成功，你的优秀已经，对吧？我觉得是为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已经报仇了。所以当前的这个宝剑十的逆位
我觉得是天使数字里面啊所传递出来的一种变化。你要去接受这个事实，你要去承认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很难接受，但是你接受之后才能够开启你的未来。只有通过卧薪尝胆，只有通过走出去，只有遇见对的人，才能把你引到对的地方。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成长期要来了，你的学习的阶段要来了，你的老师要来了。现在拉住你，没有办法让你去走这个学习之路的能量，是这个你不甘心的结果，是当前你不忍心的这一个失败，或者是这个结论你可能是有一点出不来。因为我现在是2张逆位的都在风向，宝剑5、宝剑10，我觉得有人在这个地方可能伤害到了你第3组牌的朋友。但是呢，你的天使的能量天使数字里告诉你的信息是走出去，遇见老师，完成个人的成长，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可以去强大或者是说赢得这个迟来的公平和正义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现在你觉得不公平委屈，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拿到你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公平正义不能来不能有，而是你要通过自我学习成长，在未来的有一天为自己挣得这个公平和正义，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还有什么信息。因为我这边一边讲，我一边就听到这个能量第3组牌的朋友，我刚才听到了官司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边有官司的能量如果这个官司当前呢，或者是合同官司合同，我刚才一直听到官司跟合同，如果是跟官司跟合同有关的或者是结论性的，比方说成绩单毕业证，或者是一个别人给你的一个什么出的证明我这边听到这种相关的能量信息。如果这个东西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不对，你觉得你受委屈，你觉得他们欺负你的话，那么你需要通过自我成长的方式这个人，这个事，这个通知书，这个合同，或者这个官司当前，我觉得是不利于你的。你需要去换一个方式，你要去寻找新的证据，或者是你要去通过自我成长的方式来看懂，或者是赢得这个比赛。对，这个是我刚才听见的对。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我提前抽到的第2张牌，看看是什么信息给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第2张牌我抽到的是 Cycles， 这张牌是什么？周期，周而复始的周期。这张牌跟业力有关，这张牌跟时间有关，这张牌和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是有关联性的第一个能量吧抽到这张牌以后呢，我听到就是说有些朋友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信息嘛，我会觉得现在的自我成长和个人成长，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这个周期或者是所谓的卡玛业力当中所轮回出来的一种现象。OK， 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周而复始的出现，你们2个人也许是有一点，我这边听到就是说有一点互相伤害的感觉也许过去你伤害过对方，那么现在呢这一生对方来伤害你那么你们2个人可能一直很纠结，一直很纠缠，这个所谓的业力需要你去打破它。当下呢并不是论输赢，并不是跟他拼的你死我活，而是当下天使数字里告诉你的这个7号元素是通过自我成长去化解这个纠结的能量，去化解你们2个人周而复始的一种你来我往的感觉。业力周而复始，我们能够去打破业力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看破放下离开。业力是不要纠缠的，我们要去离开。所以与其跟这个人拼的你死我活，不如让我们看破放下，然后走，离开这个业力，离开这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去
我们所谓的再不相见，再不遇见，再不纠缠，对不对？那你既不用再去跟他论输赢，他也再也没有机会去伤害到你，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Cycles。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这张牌给我很强的时间的感觉。每一个人生的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时间，都会有使命，你自己给自己设立的那个使命。你在来地球之前，可能就已经告诉了宇宙，我希望在我20岁、30岁的时候去经历什么事，去做成什么事。那么当前我觉得是时间。这张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这个7号牌是在告诉你，天使数字说 OK， 你现在来到了学习的时间。过去的安稳日子没有了，因为那个福享完了。那我们现在干嘛？我们现在要成长不再是躺平了，不再是爸爸妈妈怀里的小孩了，不再是那个受人保护的那个宝贝了。当前我们要走出去，或者是说在原来的一个不舒服的地方，你不用再受这个罪了，因为你现在要自我成长，要独立了，要自己走出去，要飞起来了。你要去遇见属于你的社区，你要去遇见属于你的老师，你要去遇见属于你的家庭，我们所谓的这个 made family， 是我们后来选择连接在一起的家人。 Cycles。 前一个周期的生活，我觉得在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我觉得是落幕吧，这个宝剑十落幕。虽然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所谓的结束，但是这个轮子这个所谓的周期，新的周期已经为你打开，或者是新的周期正在打开。那么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顺势而为。与其我们逆着走，不如我们顺势而为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不要往前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不要往过去的去看。我觉得现在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要往未来去看，往当前可以去创造的未来这个方向去看。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从现在开始强大自己，从现在开始呢，去学习各种你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力量。那么这个所谓的新的周期我觉得是新的周期，会为你打开不同的未来，不同的一个世界。Cycles， 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第三组牌的朋友选择到这个数字7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宇宙要给你的信息天使数字里要表达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呢？ OK， 11宫今天是一个宫位这张牌呢揭露的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接下来从当下这一刻到未来，你生活的重点这个方位在哪里？11宫它的方位在于希望、未来和社区，跟我们今天的 Hierophant 能量是完全一致的。11宫讲的是朋友这个朋友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跟爸爸妈妈是朋友，我们跟孩子是朋友。这个11宫讲的是大众的朋友，江湖中的朋友，可以这样讲江湖中的姐妹，江湖中的朋友，我们要去以一个更加开阔的心去结识不同的人，去包容不同的人11宫的能量在这张牌，其实11宫是个很好的宫位，它是希望之宫这张牌就是11宫的能量，是在讲希望，是在讲一种憧憬，是在讲一种心愿是一个心愿，所以11宫是非常吉祥的一个宫位。那么这张牌呢，我们在想一个人他在许愿的时候，他的内心可能是非常美好的，他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宇宙在讲，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为你的未来铸造基础，对你的未来去学习对得起这个未来，对得起这个将来。你要一切现在的这个重心是看向未来的希望，未来的可能。
不要再被眼前的和过去的东西牵绊住。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公平、委屈等等等等，我们都要先去把它给怎么讲呢？用你的成长啊，不是说现在就能够赢的，不是说现在就能够去改变什么的，而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周期，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啊，磨砺自己的功力啊，或者是增强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变得强大，让自己变得厉害啊。那么如果说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啊，如果说你想跟现在的这个东西再一次的连接的话，并且战胜他们，因为我们今天有周期，周而复始的周期，你们是可以再见的啊，你是可以再跟他见面的，你是可以去拿回属于你的公平和正义的，但是需要时间。那么宇宙在讲，如果这是你要的未来，从现在开始启程啊，从现在开始启程，去寻找你的老师，去寻找你的朋友，去寻找你真正的希望，去寻找属于你的未来和远方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行，我们未来行。我们今天输了，我们明天要赢，对不对？一切都是为了未来。11宫，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位能量啊。这边我也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要看一下你周围的朋友吧。OK，未来你会遇见很多新人，未来你有机会遇见很多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那么你要做的也是打开你的心，不要因为这个人，不要因为这些人限制了你未来的一个可能性。带着希望，带着这个，我觉得是积极吧，去面对未来的美好啊。我觉得是有些东西过去了，新的周期也会开始。加油，好不好 ？OK， 最后的2张牌，我们来听守护天使啊，守护天使给你的信息啊，感恩。好，来，今天我们看的是时间，刚才我讲过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有时间，天使告诉你的是，从现在开始的1年之后，从当下现在你听这个占卜时间的1年之后，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你会遇见你的自我成长，你会遇见啊，在未来的1年时间里，遇见你的社区，遇见你的老师。1年之后的你和现在的你会大不相同，请你相信啊，我觉得是相信宇宙，相信天使，相信时间的力量。你通过自我成长，通过学习，你能够发生蜕变。OK， 1年之后啊，来看一下第2张牌。第2张牌是原谅。哇，今天的这个能量真的是我觉得是对，可能有朋友就是在业力里啊，那么你需要去原谅。这个原谅吧，不是说别人做了这个坏事啊、错事啊，你就说你像没做一样，肯定不是。我觉得这个原谅的能量呢，不是为别人而原谅，是为自己原谅。当你心中有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生活，可能啊，心里有恨其实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能量，你会每天都不舒服，你会每天都很焦虑，或者是你每天都会觉得很生气，气坏了是自己的身体。所以原谅不是为他，原谅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能够去跟过去和解，从而打开新的周期，打开新的未来和可能。原谅，为自己而原谅，我们放下它，并不是代表抹灭它，我们放下它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好起来，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疗愈的周期，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学习的周期，让我们可以遇见好的老师、好的人、好的朋友。原谅是为了疗愈我们自己的心，是为了让我们好起来，而不是因为他。当有一天这个能量和时间是1年之后1年之后，第3组牌的朋友，你会成长，你会强大，让这个人后悔，让这个人不敢小瞧你，
让自己逆袭成功，让自己成为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所以呢，这边啊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从天使数字里传递给你的重要讯息。那么在这里呢，就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1年之后啊，我们是与那个自己再相见，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